11999元，实在是太贵了。如果你只是想知道今年9000X 系列值不值得买，那我现在就可以给出选购建议。这两台电脑虽然产品本身没什么太大的槽点，但是就冲这个价格，我是不怎么推荐买的。那如果抛开价格因素，单纯去看产品本身呢？那我觉得新的 R9000X 作为目前市面上越来越少的薄型游戏本产品，还是有不少地方值得来聊聊的。可能会有激进的联想粉丝跑过来说，这有什么好聊的？好好的轻薄游戏本，硬是上个3K 屏，还是主打电竞，换个白色多卖3000块，联想也很合理啊。但是这款产品不可能除了价格，其他都是优点，对吧？所以说这期视频咱们还是来测测看，顺便我还弄来了它的上一代模具，对比一下它们究竟有哪些变化。先来看一下配置 ，CPU 是 AMD 的 R7780H， 8核心16线程。显卡是 RTX 4060，标称最大功耗140瓦，内存默认出厂是单通道板载，容量16GB， 规格为 DDR5 5600兆赫兹，预留了一个插槽，可以加装组成双通道。固态硬盘是 1TB 的三星 PM9A1， 屏幕同 Y9000X 一样，3200×2000分辨率，165赫兹刷新率，100% P3 广色域的 IPS 面板，目前参考售价11999元。今年的 R9000X 终于回到了 AU 加上 N 卡的合理配置，但是它的模具其实是基于去年 AU 加 A 卡的版本改动而来的。对比去年款，我们可以看到2023款增加了一定厚度，调整了接口位置并增加了数量，还加大了出风口的面积，细节上优化了不少。可惜上一代我们并没有单独出视频评测，主要是因为 A 卡这实在是，你懂的啊。所以说，从严格意义上来讲，这并不是一款全新的模具，只是粉丝们等来了期待已久的配置和令人失望的价格。为了对比新模具和真正的上一代模具有什么差异，我们买来了2021款的 R9000X， 5800H 加上3060的版本，两台机器放一块儿，确实能一眼看出差别。首先，屏幕尺寸更大了，从16:9升级到了16:10，下巴和边框都有所收窄。为了让屏幕更加稳定，转轴也重新设计过。logo 里的奔驰灯去掉了，并且新模具的金属质感很足啊，磨砂加上抛光金属贯穿整个机身，摸起来更高档，确实不错。你说它颜值高，我不否认，但反过来，因为侧边是金属全包边，机身的厚度也随之提高了。虽然相比传统游戏本，就比如天选4吧，R9000X 还是要更薄的，但底面没有弧形收边来偷厚度，给人感觉机身上厚了不少，数据上呢也能直观展示出来。加厚了机身带来的优势是接口数量和种类更加充足了。新的 R9000X 有2C 加3A， 外加一个 HDMI， 还有 SD 读卡器。A 口一个10G， 两个5G，C 口独显核显输出，凑齐了。这么说吧，除了没有 RJ45 网口以外，目前 R9000X 的接口几乎没有缺点。不过有一点我们对这类产品不太满意啊，就是重量。原本我们定义这种配置高的游戏本时，会起名叫轻薄游戏本。这是因为好几年之前，主流游戏本的重量基本在2.5到3千克，相比之下，这类游戏本的重量是2.0到2.5千克，确实相对轻一些。但是这几年，主流游戏本也把重量压到2.5公斤以下了，而这些轻薄游戏本虽然厚度一直控制在20毫米左右，但是重量却始终没变。相比真正的轻薄本，这些轻薄游戏本还是重很多的。再加上大功率的适配器，导致旅行重量并没有降低。即便 C 口支持140瓦的便携氮化镓充电器，外出背起来能稍微轻一点吧，但是目前呢，它的重量跟便携二字确实不沾边。看了外观部分，我们再来看屏幕，这也是今年整个 R9000X 系列争议最大的地方。参数方面，它跟 Y9000X 上基本一致。测试结果大家可以参考表格来看，在比巴的评估标准里，这块屏幕的硬件素质表现是非常不错的。即便是全默认的状态下，出厂不校色的情况下，它的色域和色准依旧是完全达标的。不过，因为软件方面的 bug， 在艾瑟利校色软件里切换校色文件后，色域会产生限缩，色准也会偏移。好消息是，这个 bug 在 Y9000X 上已经修复了，而 9000X 应该也会推送更新。所以，如果你买到了这台机器，记得更新一下软件版本。色彩很好，那屏幕为什么还是被吐槽呢？问题就出现在分辨率上。今年拯救者9000X 系列全系采用的是3200×2000分辨率的面板。我们知道啊，尺寸不变的情况下，屏幕分辨率提高，相当于提升了 PPI， 画面清晰度也会变高。
再加上16:10相比16:9的视野更广，体验呢也应该会更好才对。但是回到本质上，这终究是一台游戏本啊。3K 分辨率对于 RTX 4060这张显卡来说显然是有些吃力的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跟不同机型的游戏帧数对比，你就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说了。在原生 3.2K 分辨率的情况下 ，R9000X 的表现跟 Y9000X 比较接近。单机游戏部分，我们常测的几款单机，图形压力最大的2077和全战战锤3只有30多帧，而地铁、木卫4也只能在这个分辨率下跑到40多帧。只有地平线5和古墓丽影对显卡性能要求相对较低，全开也能在这个分辨率下跑到60帧左右。在这个分辨率下，单机游戏得降低好几档特效才能够流畅跑起来。但假如这台电脑配的是 2.5K 分辨率的屏幕，那参测的游戏里大多数都能够跑到50帧左右，稍微低一档特效或者开个 DLSS、FSR， 那基本就能跑到60帧。这个成绩反而是一个我能接受的帧数。如果单机帧率表现不佳是显卡性能不足导致的，那网游部分呢？同样，即便是网游 Apex 在 3K 分辨率下，压力场景平均只能跑到90帧。作为枪战类游戏，稍微对画面流畅度有些追求的玩家恐怕都很难接受。如果是显卡压力更大一点的网游，在这个分辨率下依旧很难施展拳脚。像 FF14 的 Benchmark 4060只能在 3.2K 分辨率下跑到70帧 ，COD 甚至只有42帧。只能说，除非是像 CSGO 或者英雄联盟、瓦罗兰特这类完全对显卡没有要求的网游，这台电脑才能够达到电竞级的帧数。其他游戏只要运行在原生分辨率下，跟我理解的电竞应该就不沾边了。还有一点就是 CPU 的短板，7840H 这颗处理器我们之前就评测过。虽然单机游戏下它的性能对帧数影响较小，但是高帧率网游里，相比正统的13代酷睿，7840H 的16兆3环短板劣势会被放大，帧数差别也会更加明显。这么来看，它只吃到了显卡功耗的红利，而 CPU 和屏幕给游戏的帧率都是负面的，更不用说默认出厂时单通道内存了。可以说，在游戏上，今年的 R9000X 的 debuff 是拉满的状态。当然，7840H 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的。正因为它的功耗不高，所以说在配合140瓦便携适配器使用时，相比火力全开时，帧数损失并不严重。如果只是作为短途外出、减少旅行重量的替代品，氮化镓适配器加上这台电脑搭配使用，一样能够获得不错的性能表现。就是这个氮化镓充电头，它要另买啊，也不便宜。另外，我还发现去年 A 卡版本的 R9000X 用的还是2560×1600的面板。而老的3060版本用的是16:9的2K 屏幕，这块 3K 屏相比老款在显卡上的压力提高了接近50%。我们测试了一下老款 R9000X 的游戏帧数，发现如果都是在屏幕原生分辨率的情况下，3060带1440P 的屏幕帧数甚至要比4060带2000P 的屏幕来得更高。哎呀，这个结果真是让我有点哭笑不得啊！合着今年提升了配置，增加了功耗，最终帧数居然还倒退了。就算高分辨率屏幕带来了更清晰的游戏画面，但是我觉得如果连60帧都到不了，那提升流畅度才是一切的前提。而7+4060的配置，想要达到电竞级的帧率，搭配 2.5K 分辨率加上高刷新率的面板，可能才是更加合理的选择。游戏实测看完了，我们简单来过一下硬件玩家们比较关心的理论性能部分。首先是 Cinebench R13循环，7840H 的性能在17000分左右，功耗大约在77瓦左右，频率 4.65 赫兹。作为一颗8核心16线程的 CPU， 这个成绩基本也是它的极限性能了。相比 Zen 3的5800H， 新的 R9000X 无论在 IPC、最大频率还是功耗上都有提升。当然，跟规格更高的 Y9000X 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啊。单核方面 ，R23单线程只有1750分，比 Zen 3的5800H 提升不小，这也是应该的。但是相比频率更高的 1390H 还是弱出了一截。生产力方面，16GB 的板载单通道内存加没有核显加速解码，对 R9000X 在 Adobe 全家桶的表现影响很大。Spec Workstation 工业软件测试里，7840H 由于核心规格上更低 ，CPU 综合表现也要略逊于13900H。总之，如果你对生产力性能有一定的要求，那锐龙 Phoenix 系列目前来说表现不如同系列的 Intel 竞品。针对这个用途，在选购时它并不是最佳选择。性能部分看完了。总体来看 ，R9000X 的游戏帧率表现我不太满意，生产力表现呢可能也不那么具有说服力。不过这些问题都不是 R9000X 本身性能释放造成的，对于它来说，功耗并不是问题，压力测试也印证了这一点。首先，我们放在默认最高档位超能模式下 ，CPU 的单烤 7840H 能够跑到80瓦，温度也接近撞墙 98.6度。单烤显卡这个模式下的默认设定并不会触发 Dynamic Boost。
4060的功耗是115瓦，温度78.6度。双烤 CPU 和显卡的功耗是45加100瓦，温度均在82度左右。这个成绩是在机身平放控制25度室温下测得的，与 Y9000X 的表现非常接近。得益于设计的改进，目前 R9000X 的散热效果是更强的，前代模具最高只能满足35加80瓦的双烤，相比之下145瓦已经是不小的进步了啊！而且考虑到40系显卡对于功耗没有那么渴求，100瓦左右的功耗也能满足绝大部分的性能需求，45瓦也在7840H 的甜点区间内。对于 R9000X 的散热表现，我理应没有太多怨言，但噪音和温度表现也让它不像传统拯救者那么稳健。R9000X 2021、2022款噪音分别只有52.7和50.1分贝，而今年的2023款增加了超能模式，噪音来到了56.7分贝，感知程度更明显。这么薄的机身内，想要显著提高性能释放，确实只能通过拉高风扇转速才能有效的把热量带走，并且长时间高负载下，键盘表面温度是比较恐怖的。中央键帽有大部分区域都在50度左右了，对使用时有比较大的影响。当然，拯救者今年对于散热的追求并不低啊，而锐龙版的 CPU 功耗是根据温度来调整的。如果把性能模式切换至自定义，在电气机身增加进风，那 R9000X 可以跑到66加127瓦，总共195瓦的性能释放。当然，不按这个来宣传也是有原因的，因为这个时候 CPU 的温度很感人，100度顶满，而且表面温度键帽最高温来到了56.8度啊，直接烤猪蹄了。所以说这个成绩大家看看就行，实际使用时不具备参考价值。总的来说 ，R9000X 在散热方面有提升，恰好碰上 Zen 4加40系更省电了，双向奔赴，最终让 R9000X 首次可以通过拉风扇满足满血释放。好的，看完了性能，按照惯例，下面是拆解环节。R9000X 的拆解呢并不复杂啊，拧下底面的全部螺丝，借助吸盘加撬片即可取下后盖。这里我们简单来对比一下 R9000X 和 Y9000X 的差异点。首先，完全没差别的是散热，这两台机器都是4热管双风扇的组合，散热表现也在同一水平线上。电池容量也是没有区别的，两台电脑都是顶满的99.9瓦时，但是 R9000X 的芯片能效比更高，在 PCMark 现代办公测试中跑了8小时6分钟，日常中高负载测试时则接近5个小时，整体续航要比 Y9000X 更长。内存方面 ，R9000X 只有板载的 DDR5 5600兆赫兹，容量是16GB。由于只有单通道，跑分表现会比较弱，在生产力测试里成绩也会偏低。不过目前 DDR5 的笔记本内存价格并不高啊，有条件还是建议自行加装一个。固态硬盘我们拿到的是三星 PM9A1， 性能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啊，这里我就不赘述了。另一侧则增加了一个 M.2 硬盘位，可以用于加装。好的，看完了视频的全部内容，相信你对于2023款的 R9000X 也有一定的了解了。按照惯例，这里总结了3条优缺点，供各位参考。当我总结完这些优缺点时，才发现这几年9000X 的产品设计思路基本上没有改变过，优缺点也几乎都是一样的。相比他们同期的产品，它的屏幕规格都会用更好一些，在外观上也会有一些相比同价位产品更独特的地方，比如更薄的机身，或者更独特的工艺，亦或者更出色的做工。霹雳功能更是从第一代9000X 就引入了，一直保持到现在。40系显卡加上 Zen 4 Phoenix 处理器，能耗比确实出色，也让这台电脑有更多的发挥空间。默认45加100瓦的功耗组成，足以释放这套配置90%以上的性能啊。相比前代，它更接近硬件满血时的表现，甚至通过自定义模式打鸡血，它也能够不计代价直接跑满这套配置需要的功耗上限。对于薄型游戏本爱好者来说，今年的 R9000X 是历代里性能完整度最高的产品。那缺点呢，也是高度统一的，表面温度高，接口不方便，重量不轻。除非大幅度的技术升级，这些缺点也会一直困扰着重薄游戏本这类产品。面对他们，联想作为下游组装厂似乎没有什么太好的解决方案。那今年联想到底干了啥，让玩家们如此气愤呢？那必然是非常不合理的定价策略。R9000X 首发价是10999元，日常价来到了11999元。相比 Y9000X 少了白色机身，少了16G 内存，少了 RGB 键盘 ，CPU 换成了成本更低的 R7。我们来比比看，自家的 ThinkBook 16P i5 加4060加16加1T 只要8999元。
同为竞品的幻十6 i9 加4060加16加 1T， 价格也只要10999元。这些都是同类型的产品，机身做薄了本来就贵，如果不追求机身厚度、质感，只追求配置，那4060的游戏本6000到1万可以说是随便选。联想自家的16核 R9 加4060的经典款 R9000P 也才8999元，看了这个价格，手真的是下不去一点。最后我特地去翻看了一下往年的发售行情，2021款的 R9000X R7 配3060首发8499元耍猴，后续涨到了9499元。下半年后6999元清仓甩卖。2022款 R7 配680S 首发价8999元，后续上浮到9299元。今年3月顶配版依旧是6999元清仓甩卖，因此可能降价才是拯救9000X 的唯一出路吧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 R9000X 评测的全部内容了。喜欢的话，不妨来个长按点赞，给我们来个一键3连支持一下。交流买版心得，帮助电脑小白。这是比8评测室，我是猪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